我自请废后时，萧承业正往江南去接他的救命恩人。娘娘，皇上口谕，命您先把成明宫收拾出来，按妃位分例安置人手、气御、炭火，窗纱换软阎罗，地路也提前烧上。真欺负人！骂轻了。娘娘，这一印下去，可就没回头路了。不是没路，是我不回头。娘娘，您这是做什么？高公公不认字，废后要诏书，要天子宝印，要宗室见证，缺一样都废不成。可自请废位不一样，我按下凤印，他就会送到礼部，送到宗正寺，送到朝堂上。萧承业想把接恩人回宫做成一桩佳话，那我就替他把动静闹大。娘娘，您是中宫，是国母，苏姑娘再得宠也越不过您去，何必和皇上置气呢？凤印在我手里，所以我先动。若只是置气，我该砸了成明宫，或者等他回来闹一场。可我走的是礼法，顾家倾尽所有扶他上位，我替他喝避子汤，挡明枪暗箭，换来的是苏婉堂入宫，顾家满门只剩一口气。从我冷宫出来那日，我就明白，这后位不是荣光，是绞索。送去礼部，再抄一份送宗正寺。娘娘，这东西一旦送出去，就不是内宫口角了。皇上回来若是震怒，震怒是他的事，可顾将军还在西北，所以我才更要先走。顾家已经被他逼得只剩兄长一个，难道还要我继续留在宫里，等着哪天再被扣一个失德、擅权、欺君的罪名，好给江南来的恩人腾位置？娘娘，边地急信，是顾将军的亲笔。兄长说西北会接应我，但必须立住名分。他提了谢平山的名字，说靖川侯已经应下此事，会替我安排出宫后续事宜。小姐，侯爷肯伸手，这是天大的好事。是后路，但不是现在。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把这座宫里该断的断干净。送去。老奴遵命。小姐，礼部若说程序不全怎么办？那正好，程序不全才有得吵，有争议，朝堂才会接手，宗室才会过问。我要的是让他按不下去。奴婢明白了，咱们这是先发制人。对，先设局，再离宫。至于谢灵栓，等我活着走出这座皇城再谈不迟。我既然亲手送出请废书，就没打算留礼。只是不知道，等萧承义回来，看到案上的文书，他还能不能稳得住？请废书送出中宫的第3日，宫里就压不住了。先乱的是嘴。娘娘恕罪，这帮碎嘴的，让他们说，说的越多，乾元殿越压不住。娘娘，皇上回京了。比我预料的快。苏婉堂呢？一入宫，先送了成明宫。皇上宣娘娘即刻去乾元殿。礼部和宗正寺呢？礼部收了，没退。宗正寺也已存到，宗室那边也听见风声了。那就够了。文书进了礼部，过了宗正寺，再传进宗室耳里，这事便不是萧承业一句不准就能抹平的。娘娘，皇上回京这一路脸色都不好，您待会儿还是留几分余地。我这些年留的还少。姐姐，顾廷霜，你闹够没有？皇上急召我来，就为这局。请废书送礼部抄宗正寺，你把皇家颜面当什么？皇家颜面？皇上命中宫替别的女人按妃位收拾宫事时，中宫的颜面又算什么？婉堂3年前救过朕，如今身子弱，朕接她入宫里，给她个名分，再压不过是免人妃婢，你仍是皇后，谁也越不过你。好，也苦。你做什么？这杯茶我喝了，从前他若要敬我，还得先论名分，如今不必。
因为我很快就不是皇后。姐姐若容不下我，我可以搬出成明宫。皇上也是怜我无依无靠，你搬不搬与我无关。成明宫给你，妃位给你，皇上的怜惜也给你，要的他都快扑到你脚下了，哭什么？顾廷双，说你要我这个中宫给他铺路，先倒嫌我一句话难听。你是皇后，六宫诸事本就是你的分内，那就别让我做皇后，你批。空悬凤印无嗣已成，愿归宗离宫。顾廷双，你拿这个逼朕？不是逼，我是把皇上这些年想做却没明说的话替你写出来。朕从未说过要废你。是你没说过，你只是让我喝婢子汤，不许我有子，让谷家替你堵边军的窟窿，事后再把罪名扣回来。如今又让我亲手迎他入宫，你自然没说过废后，你只是把该做的都做尽了。皇上，都是我的错，若因我伤了帝后和气，你若真怕伤了帝后情分，3年前在江南就该把救命之恩留在江南，不该一路讨到后宫来。够了，礼部收了又如何？宗正寺存档又如何？朕不准，这事就成不了。你依旧是皇后，成不成以后再说。今日我来只是把话说明白，成明宫的人情往来、册封宫宴、六宫不测，从今往后都不必再送到中宫，我不管也不接。你说不接，就真能不接？那就试试。朕已经回京，还想往哪儿走？松开！你非要闹到不可收拾。是，他这才明白，我不是拿脾气逼他低头，我是真要。皇上，姐姐的手都红了。皇上若舍不得体面，就尽快把程序走完。你想给新人名分，也好名正言顺。你想离宫，休想！那你就把我关死在宫里，看宗室答不答应，看御史答不答应，看满京城会怎么议论你这位为了救命跟人逼废原配的圣明天子。因为我说的不是情分，是他最在意的名声。皇上息怒啊！他还敢抓你？没断，不值当大惊小怪。咱们回中宫。回，顺便收拾东西。现在最合适。乾元殿这一摔，今晚就能传遍半个皇城。等他缓过来，盯中宫的人只会更多。该收的先收起来。那凤印呢？先留着。诏书没下，凤印就是筹码。娘娘，成明宫出事了。出事找太医来作甚。香炉起火，兆头不好。皇上，请您镇场。成明宫缺的不是我，缺的是脸面。去回皇上，我手疼，镇不了，压不住让御前压。中宫今日不去。哼，他倒会跪，也倒会烧。娘娘，不如先离宫回顾宅避避。奴才求个稳，帝后若再撞一场，你担得起？担不起，总得先把今夜糊过去。备车。诏书未下，凤印还是筹码，留在中宫，迟早会被搜走。皇上请皇后娘娘往成明宫去，谁让你们困在中宫的？退下！诏书未下，我还是皇后，你也配拦我？皇上那边自有杂家回话，开门。车帘一落。宫里的龙涎香终于淡下去，只剩夜风从缝隙里钻进来，冷得人清醒。我进宫那年，也是从这道门过去的。那时我以为我是陪着心上人去做他的江山，后来才知道，我是自己走进了笼子。如今门再开一回，我只觉得松快。小姐，咱们总算出来了。只是先出来，名分还没清，诏书还没下。今夜能离宫，不代表就能立刻脱身。顾家旧宅还在东街尽头，我出嫁那日从这里入宫，如今绕了一圈，又回来了。大小姐，院子还是旧的，石榴树瘦了，屋里却收拾得干净。这些年一直有人照看，夫人的房、将军的书房都没动过。最上面那封是萧承印还是皇子时写给我，那时他说若有一日登位，绝不负我，也绝不负顾家。可笑，焦糊味混着旧木气息，很快漫了满屋。烧干净才好。烧了，省得碍眼。大小姐，靖川侯府送来的，
说今夜先走旧县送信物与先礼，不敢惊动宫里。正式聘礼和迎亲仪程都会照婚书来，一样不少。宴为聘，最正经不过的意思。触手冰凉，分量却稳。像谢钟林这个人，哪几日入京，走哪条路，礼队停在哪儿，由谁接应，甚至给顾家先人的贡礼，都列得清清楚楚。没有敷衍，更不是一时起意，字迹沉稳，规范分明，纳采问名，纳吉迎亲，一步都没含糊。不是随口应下的婚约，是真的按理来娶。小姐，您这是定了？定了，东西收进来。总算来了件像样的喜事儿，不是宫里那些晦气东西。娘娘，皇上请您立刻回宫。苏姑娘受惊不止，成明宫乱得厉害。您身为中宫，不该置之不理。他伤着了？没伤着，只是受惊。皇上一直陪着。既然一直陪着，还要我做什么？回去告诉皇上，我已离宫归家，等诏书。皇上说，你今夜若不回，明日亲自来接。他来啊，顾家的门又没锁。成明宫的火是意外也好，是做局也罢，都跟我无关。中宫今日说过的话不会收回。成明宫的事我不管，六宫的事我也不接。婚书与聘礼我都收下了，请侯爷按理来迎。小姐，您这信送出去，天都得翻一面。那就翻，今夜就送，还走顾家旧县，别惊动宫里。是。珍藏这儿。中宫已经被严管了，封印留在宫里，迟早会被萧承业搜走，藏在顾宅，什么时候交？交不交还在我手里，我心里也定了，等诏书，等迎亲，等真正出城那一日。明日该添置些什么呢？顾宅厨房荒久了，今晚咱们先熬锅热粥，压压晦气。这些絮叨比宫里的规矩顺耳多了，心里那条路终于不再是空的，不是等萧承一发慈悲，也不是继续困在中宫，替他圆一辈子场。有人会按理来接我，我不回宫。大小姐，宫里来人了。该来的到了。娘娘，皇上请您即刻回宫。成明宫塌了，火已灭了，只是流言还没压住，皇上一夜未眠。火灭了，我回去做什么？今早又出了新事，靖川侯入京了，皇上已经宣他面圣。已经进城了。今晨刚入京，述职折子、礼单都递了上去，皇上这会儿正在见他。娘娘，您若此时回宫，至少还能替他收拾场面。高公公，我昨夜说得很明白，宫里的事与我无关，废后诏书落下之前，我不会回去。萧承业昨夜还放话说今日亲自来接我，如今他不来，只遣一顶轿子过来，不是突然要脸，是谢灵山先进京了，他不敢在这个时候闹到顾宅强抢。回去告诉皇上，我等诏书，原话带到，一个字也不许改。是。小姐，侯爷真来了，可这里是京城，是皇帝的地盘，侯爷入宫会不会吃亏？他敢来，就不是来吃亏的。去告诉老管事，盯着宫门和驿馆，宫里有消息，立刻报我。小姐，安王府午后递来一句口信，今日宫上风大，请顾姑娘稳坐顾宅，不必轻动。顾姑娘，这个称呼一换，意思就到了。连宗室都不肯再陪萧承业装糊涂了。大小姐，侯爷已经出宫了。宫里怎么样？皇上先晾了侯爷半个时辰，后来在偏殿见的。霍统领亲自守门，里头砸了一只玉盏。高公公出来时脸色都变了，可侯爷出来时衣角都没乱。后来呢？后来，
皇上把礼部孟侍郎和宗正寺的人都召进去了。我听明白了，萧承业慌了。请废文书早已入礼部，存宗正寺。如今谢灵川又带着婚书礼单入京，把事彻底摆到了明面上。萧承业若还想压，就得当着礼部、宗正寺、宗室的面硬压礼法。而他最爱惜的，偏偏就是那张帝王脸面。侯爷可有传话？只说今晚会有人来顾宅。知道了，下去歇着吧。这一夜，我等的不是消息，是人。啊！小姐，人到了。顾姑娘，侯爷，宫里出来的晚，给你带了点热食。侯爷今日进宫，顺手还记得给我送饭。顺手。宫里如何？闹。皇上说了什么？先问我为何无诏入京，我递了数只折子，走的是明路，经营查过，他扣不了。后来又说诏书未下，婚书不作数。侯爷怎么答的？我请他先下诏。这话很短，也很狠。萧承业如今最不想做的就是下废后诏，可他不下诏，婚事就横在他面前。你当着礼部宗正寺的人把这句话说出来，等于直接把皇帝推上风口浪尖。孟晏书也在。在。他说请废文书既已入当，不宜久拖，宗正寺复议。皇上应了？没有。那侯爷今晚来，就是来告诉我他没应？不是，来看看你。不说空话，只把该备的东西带到眼前，很像谢灵川会做的事。礼对明落，成文录影，还有出京路线。诏书一落，密日就走。侯爷连后路都备好了。应该的，你若改主意，也来得及。改什么主意？婚事，你收婚书是信我，可你若只是借这门婚事离京，等诏书下来，我一样送你走。你不必因为眼下局势，被迫定终身。忽然明白哥哥为什么会把我托给他。他不是来趁乱捡便宜的，也不是来拿婚约做挟制，他是来接人的。婚书我既收了，就没有反悔的道理。好，若皇上继续拖着不下诏呢？那我明日再进宫。大小姐，宫里又来人了。这回不是高公公，是御前禁军。来得正好。皇后娘娘，陛下请您回宫。诏书下了，礼部退了我的请废书。末将只奉命接娘娘回宫。那就回去复命。我等诏书，不等口谕。请人站在门外请，拿人把圣旨亮出来。禁军若敢夜闯顾宅，明日礼部、宗正寺、安王府都会知道陛下要强带顾家女回宫。末将回宫复命。知县员，朕到顾宅是宫门口了。不是来拿人，是来探底。他今夜不敢在顾宅动手，真要来，只会在城门。顾宅是顾家的门，城门是皇帝的门。这一夜，顾宅灯火未熄，差的只是一纸诏书。顾姑娘，陛下下诏了。顾姑娘，连她也改口了。允废归宗，字写的体面，像是天子恩赐。可我清楚，这不是恩，是礼部、宗正寺、宗室风向和婚书立法一道道逼出来的。从今往后，我不是皇后，只是顾廷霜。陛下有命，封印归还。
这3年，他压在我肩上，如今总算能还回去。送出去。陛下还让奴才带一句：城门风大，请姑娘想清楚。你也替我带一句：宫里太冷，我不回去。小姐，侯爷到了。嫁衣昨夜就已熨好，庄阳、盖头、压车、香笼，一样不缺。赶的是时局，不是乱礼。礼单都对过了，送嫁的人也齐，北门路引在侯爷手里，谁都挑不出错。小姐，哭什么？今日是喜事。车轮一动，顾宅便落在身后。我没有回头。小姐，后头有人跟着，顾宅的人有，宫里的人也有，北门那边怕是已经得信儿了。果然，车队停得很稳，我却还是听得出前头那股绷紧的气息。小姐，皇上到了。那么多人都在看。谢灵川，你敢带他出京？臣依婚书迎娶，按理出京，有何不敢？拉开车帘！皇上要看臣妻，也该讲规矩。听说，下来。皇上拦臣妇车驾，有何旨意？你非要跟朕这样说话？诏书是你下的，凤印是我还的，婚书礼部过了眼，宗正寺存了档。如今你拦在城门前，又算什么？朕是为你好。谢灵川无诏入京，又急着带你走，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？昨夜派禁军视顾宅，今日亲自堵城门。你今日出了这大门，就再别想回来。求之不得。小姐，开了，真开了。不是怕，是太久了。从我在废后书上落印，到高怀恩送来允废归宗的诏书，再到今日穿上嫁衣上谢家的车，我每一步都走得极稳，不敢错半寸。如今这道门终于开了，我反倒有一瞬恍惚，原来京城的门也不是天塌下来都出不去。顾廷双，你会后悔。皇上留着自己用吧。哭什么？这才刚出门。奴婢高兴，奴婢就是想哭。皇帝那刚才的表情，奴婢能记一辈子。这一笑，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。从请废那日起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。出了北门，不代表彻底安全。先走到宴会驿，再换马。好。他没有多问我累不累，也没有拿你受苦了这种话来安慰我，只说下一步怎么走。这比空话有用得多。铺块干净毡垫。侯爷倒细心。衣裳难收拾。一战这面都比宫里强，叫御厨听见，可得伤心了。那就伤心呗。北门闹得太大，今夜不会有禁军明追，但暗里会有尾巴。出了京，他的手没那么快。我们今夜再赶一程，离京越远越稳妥。顾家的人若跟着，不必赶，让他们报个平安，过了下一站再回。好。他给足我分寸。忽然觉得这碗姜汤很热，热的手指都有些发麻。侯爷，
后头没见禁军，两拨人跟得远，一波向宫里的，一波向顾家。照夫人的意思办。是。这身份，我今日已经在北门前亲口认过了，再听一遍也没什么不好。后院备了热水，你先歇一刻，我去清前头的路。今夜真要继续走？离京远些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萧承业吃了亏不会甘心，诏书捆不住他的风劲，只要还在京畿，什么都不算彻底。总归比宫里没有生机强。宫里再金贵，也是个闷人的地方，驿站简陋，却有人气。再往北，也有桃花吗？有，开得晚些，也没京郊细气。我又不挑花。你挑路。从头到尾，我挑的都不是谁，而是哪条路能活，哪条路不能走。今日北门，多谢侯爷。应该的。又是这3个字，不邀功，不逼我回报。他护我，却不替我说完所有的话，这一点比什么都难得。侯爷，京里来人了。禁军？不是，安王府的长随支2骑，说是送一封信，送到就走。你先歇，我去取。一起去。信里附了一份沿途名册，另有一纸屏障，可免几处地方盘问。我明白安王的意思了，不是明着站队，是递个善意，也递一层护身符。替我谢过王爷。真的出了京，京里的手还会伸来，可至少从今以后，再没人能像从前那样，一道口谕就把我按回那座宫里。回头路上再看。好。小姐，咱们这算不算真活过来了？前头是官道，是夜路，是还没走完的麻烦，也是远离京城的路。算，出了这道城门，我就活了。侯爷，宫里那波人散了。顾家的人呢？还在。说的亲眼看见夫人进西北地界，才肯回头。这些老东西，由着他们吧。这风怎么这么硬，直往人骨头缝里钻，冻死我了。像有什么东西终于被吹散了。末将安利查验，夫人莫怪。按规矩办，不算冒犯。这一路有人叫我顾姑娘，小姐如今说话越来越像侯夫人了。有人叫我夫人，直到这一刻，我才真觉得这身份不是一句场面话了。侯爷，副帅让来接，让我来接，城里都备好了。你再喊大些，山里的狼都能给你招来。夫人也到了吧？副帅说了，谁敢在路上胡咧咧，回头操练翻倍。这像是顾兆也会说的话。顾廷双，瘦成这样，宫里养猪都比养你好。你也没好到哪儿去。到了就行。人接到了。接到了。路上呢？有尾巴，甩了。先进城，站这儿吹什么风？你们这儿规矩真严。神也也。看出来了。奴婢给夫人道喜。都是可靠的人，你要嫌烦，我叫他们离远点。夫人吩咐什么便是什么。那一瞬，我忽然想起了父亲。外头那帮人还在抢着添柴，说火不能小，得图个旺。
这里的人活得值，指点好，总比宫里那一肚子弯弯绕绕强。看什么看？唱你们的！怎么出来了？屋里闷。你这个还小二！你这个还小二！明日带你去看黑沙河。那是什么好地方？你站过去，就知道自己已经离京很远了。侯爷，京里来的急报！你不是说尾巴甩干净了？不是宫里的明线，是咱们和顾家留在京中的旧线一蹦递出来的，走的是自己人。我肩上还披着他的外裳，心里却忽然又起了风。进屋。狗东西！给我！废后归宗，礼部存档，宗正司备案。如今京中上下都知道我已离宫改嫁，明面上他翻不了案。萧承彦回宫当夜就在乾元殿生气，次日苏婉堂提前入了承明宫，经商风声四起，说我挟江门仗势逼婚。御史台已在递折子，霍清崖连日入宫，宫里正在顺着西北一路往下查，到底是谁替我们开了方便？拦不住人，就开始泼脏水。他倒是一点没变。传信的人说，宫里查得很细，不像只盯一条线，更像是要把帮过咱们的人全记下来。他在记账，眼下追不回人，也翻不了已经落下去的事，那就先把谁站在他对面，一笔一笔记好，等腾出手再算。清理爱怎么传怎么传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像会为他心软的人？心软不像，我就是嫌晦气，换你新婚夜。晦气是有，别的没有。你收着还是我收着？给我。好。他一路赶得很，夜里给我规矩些。知道。外头风凉，先回去。夫人，京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京里有点乱，一时封不到西北来。侯爷叫人把榻搬去外间了，他说你累了，先安稳睡一夜。院里的嬷嬷都说侯爷会疼人。怎么了？你真睡外间？嗯。侯府没别的屋子了？有。太远，夜里若梦魇，叫我方便。我未必会做梦。那最好。还没睡，温的，喝一口再睡。侯爷平日也这么会照顾人？不会。那今日怎么会？看人。梦见经理了，披件衣裳，出来站一站。明早去黑沙河。去。站过去就知道，京城离你有多远。回去睡，天亮还早。嗯。谢临川。你睡在外间，我反而更睡不着。那我明晚再远些。侯爷，夫人，黑沙河这抓了个从京里来的探子。侯爷，黑沙河急报！黑沙河昨夜扣了个人，装成范言的混哨卡，搜出京中录影和半块段玉。人被押下去后，反复问一句：“靖川侯夫人可曾去过黑沙河？”冲他来的。像，嘴硬得很，只说寻亲。哼，去黑沙河寻亲，埋河底下了。哼！去看看。先让他们审。都摸到这儿了，我还躲什么？他既冲我来，
我就亲自见。备马，告诉曹校尉把人看起，别让他出事。是。掌心一碰，还是那般冷和稳。昨夜的乱意，这下全压平了。昨夜谢灵川才说，站到这里就知道京城离我有多远。结果今早，京城的人已经先摸到了黑沙河，真晦气。侯爷、将军、夫人，人官在地窖问了半夜，只突出一句寻亲，可他一直盯着问夫人来没来过黑沙河。寻亲？宫里如今连撒谎都懒得换花印了。下去。娘娘，一派胡言！这是靖川侯夫人。叫错了，礼部存档，宗正备案，废后诏书已落。你从京里来，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谁派你来的？来黑沙河找什么？不说就继续审。哼！你不是来寻亲，是来等我。你手里原本该有件完整信物，想拿来认人，可惜办道坏了，人也先被扣了，是不是？哼，还真是冲你来的。要递什么话？让我确认，夫人是不是真的来了西北，嫁了靖川侯？北门那一出，他们还当是做戏？奉谁的命？我不知道主子是谁，只知道上仙在宴会关下借用我，让我来黑沙河等。若等到夫人，就递2句话；若等不到，就回京复命。哪2句话？是不是皇上后悔了？果然还是萧承业最会玩这套，朝堂上记账，私下里追查，转头又想拿后悔2个字试我，好像只要他回头，我就该感恩戴德的爬回去，可笑至极。若夫人心里还有旧情，就去黑沙河东岸旧渡口见一面。这不像单纯试探，这更像在探路。萧承业是不是已经离京了？他真敢来，疯了！他是真疯了！我去调人。站住！他到哪儿了？我不知道确切地方，只知道圣驾没明面出京，是微服走的，身边人不多，快的话这2日就该进西北了。原来昨夜那些梦不只是旧伤未散，是人真的追来了。他竟敢微服北上，摸到边地来，不是为了情深，是为了控制。先回边城，是为了把脱手的东西再抓回去。回。冷不冷？那就回去。我早知道那狗东西消停不了，等他真出现。哥，这回不必你替我骂，我自己说。萧承业既然追来了，那就别怪我当面跟他一刀两断。旧渡口宴会关外各押2层人，别惊语。是。真敢追到这儿，真当西北还是他的御花园？骂没用，人既要来，就先看他从哪儿进，带了几条狗。旧渡口进来什么人最可疑？2波生面孔，一波贩皮货，一波给商队探路，来回零嘴，看着不相干。不是不相干，是太刻意。踩点的人才会装得这么散。这是饵，我若去，变成了旧情未断；我若不去，他也不会罢休，只会换个法子逼到我面前。萧承业一向如此，什么都想要，连难看都想裹上层深情的皮。旧渡口是试探，边城才是他真正想来的地方。他不只要见到人，还要叫别人知道他是来接人的。一个皇帝如此出尔反尔。他少年时就在争，冷宫里一块炭一口热饭都要攥在自己手里，如今坐上龙椅，只会更变本加厉。仙鹤，北门家少，内城夜禁提前，这2日你不要单独出门。我知道，但他若来了，我来见。还非见不可？非见不可。我若躲着，他会说我心虚，旁人替我挡，他又要拿旧情做文章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亲手断干净。那我站旁边。可以，但别先动手。
行。小姐，羊汤都热第3回了。外头送了消息，安王府的。经历停朝，霍青崖半道折回了。这人连江山都不顾了。安王是在替宗室留证据。那他若真进边城，闯不进。这烟火气稳得叫人心安。侯爷，钓着了，有接应的，跑了2个，正往边城窜。这么快？那人喊主子今夜就到，我去北门。等等，既然到了门口，便不躲了。北门开着，让他进来。北门那一夜，萧承义没进边城，半路就被劫回了京。拦得好，旧账没当面算完也无妨，轮不到他恶心我了。侯爷，南县急报，乌荣事边3处少保遇袭，2处回报，1处失联。这不是寻常挑衅，是来撕口子的。我出城，你守东县，南县我去。多久动身？1个时辰。城里得有人压着。我来。你来什么？后宅有嬷嬷。伤兵回收，药材调拨，哪样是嬷嬷能顶的？韩萧随我，曹校尉留城北门加盐。城中军务杂事，听夫人调派。别应承。藤城西旧仓做临时医所，轻伤分流去旧宅。旧仓朝铺沟草，起炭盆，大夫全请来。眼下救命要紧，不必讲究。药材呢？先开库房，不够就拆侯府药柜。我说拆，就是一点不留。库房归你。他把边城最要命的后方交给了我。前院很快乱起来，点兵声、甲片声、马嘶声混成一片，风里都是铁锈和尘土的味道。药材先清，旧仓先开，顾家旧宅也立刻腾屋。打仗从来不止在城外，前头拼命，后头若断了药、断了粮、断了火，一样很危险。城里我稳着，你只管往前。若有人借经理那摊事扰你，直接绑了。知道。少废话，赶紧出发！入夜，第一批伤兵就抬进了旧仓，有人伤在腿上，有伤在胳膊，有人已经开始说胡话。侯爷，追上了没有？追上了，你先活着。灯拿近些！我举灯照着，看褪去破损的衣甲，看热水一盆盆端进来，看布袋、止血散、参片流水一样往外送。没人顾得上喊苦，也没人顾得上哭。顾家旧宅那边很快传来回报，安置下了第一批轻伤兵和2户军眷，米仓里的粥也熬上了。城里原本发慌的人心，至少先压住了一半。夫人，南县咬住了，侯爷亲自带轻骑截了乌荣前锋后路，东线也动了，顾将军已经压过去，不让他们从侧面撕口子。再开一间米仓，给商人家眷熬粥，别让人空着肚子等消息。是。经理的。成明宫陈妃早产，孩子没不住，宫里闹了一整日。萧承义砸了药碗，高怀义挨了一脚，太医院跪到现在都没起。报应！经理再乱，也是他们自己作出来的。眼下边城每一条命都比那趟烂事要紧。让路！南县回报！让路！南县回报！南岸已稳，天明前归。天亮了，这一次我已经不能再做那个只等人护着的顾廷欣了。小姐，喝一口。残片别受潮，布袋再拿2卷来。夫人，南县回话了，侯爷追出30里，乌荣退了，咱们守住了。伤亡呢？比预象少，丢
丢了一处少保，人抢回大半。顾将军那头也压住了，东线没出岔子。旧仓只留重伤，再分一批轻伤去旧宅，让米仓多备些粥。天亮后，家眷还要来认人。是。外头都在问侯爷几时归，快了。有夫人这句话，他们就稳。其实我自己也是靠这句话撑到现在。你好歹坐一会儿。拿来。经理连夜送出的。成明宫闹了一夜，苏婉堂失子后失宠，萧承义砸了成明宫，又掀了乾元殿的御案，礼部、宗正和安王府半夜被召入宫，活该！这消息先压着，不许外传。是。王爷还有一句话：西北守好，京里自有人收拾。萧承业自己咎由自取，那就怪不得别人不留情面。侯爷回朝。城里怎样？没乱，重伤留旧仓，轻伤分流。米仓开了，军眷也安置下去了一批。你若再晚些，我就去把韩萧的营帐也拆了。行，给你拆。先说战况，乌龙退了，抓到2个活口，不是大举进犯，是事边。南线口子补上了，顾兆远那边也稳，黑沙河还在。那就好。经理来信了。来了。苏婉堂失子，萧承义砸宫，宗室要开祖祠一国本。比预料的快。他自己逼的。私离京城，停朝乱政，回去还要继续发疯，谁也救不了一个非要把江山往火里送的人。先缓口气，再调一队人来抬伤兵，旧宅和米仓照旧，城中军务杂事继续听夫人的。是。还能成吗？能。夫人，京中文书到了。祖祠已开，萧承业被废，安王监国，朝局已定。朝局已定。西北无虞，比预想更快。他疯到今天，这是报应。顾家旧案，重审改判，无罪，名分已正，无可争议。老爷夫人听见该多好。他们会知道。外头怎么都在传喜信儿？这帮人总算说句人话。这份给我，我给爹娘上香。去吧。还要在这儿熬坏自己？回府，这里已经稳住。好，乱劲没了，日子往前走了。夫人快吃，您这几天都没好好歇过。边城稳了，京里的事也定了，接下来呢？补防、休整、论功、抚恤，再请3个月假。你不是一直想看江海？出京那一路是逃命，到西北是安身，后来是守城，是等他归来。我竟一直没真正停下来看一眼别处的天光。去不去？侯爷这是问话还是军令？问你。去。俺也去看看海，是不是比咱们米仓还大？你就知道米仓。那怎么了？都是装东西的，大点小点罢了。萧承业再翻不回天了。人教你了，少让他操心。好，去吧，这回是去看风景。纸上这些字，我等了很多年，等顾家的名字被正回来，等父兄的战功被认下来，等我自己从废后旧党里真正变回顾廷霜。处理了吧。旧案、旧名、旧账，到这里都该尽了，不再回头看了。